好，那么美国昨天突然在晚上呢得到消息，我们了台积电在大陆有2个厂，松江厂跟南京厂那南京厂呢，本来就是说美国的设备啦、零件啦、原料啦送到那边呢，是台积电可以从美国进给松江厂跟南京厂的。但是因为南京厂的制程有一些好像比较先进一点，所以美国昨天突然撤销这个豁免。以后呢，也不是说不准你进去，每一次都要来专案来申请，核准才可以去。以前是不需要专案，拜登时代就是你反正你只要不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你就去吧，就东西去吧。所以你就看台积电再厉害，很多东西还是要靠美国，没有办法，它的设备机器的设备它的原料，它的甚至很多的这个零件还是要美国。所以这一下子这个大家就很惊讶说哇，所以台积电昨天ADR 一下子跌了，在美国跌了将近7%，后来收盘所以慢慢回来一点那说取它叫做 VEU 的豁免，经济部有5大声明，经济部声明不必看了，就是说哎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占的不多，是占的不多2%、3%对它年报了这跟它的纯利也不多，但是而且还说南韩才受创比较严重，因为南韩可能在那边生产更多的20%，但问题不在，问题是以后那个232会什么，那才严重就你从这边看。虽然只是前菜就给的这么咸，那主菜会不咸吗？就这个意思嘛。当前菜这样搞你的时候，真的到了关键值，就川普的心态，他就觉得这东西是他的，要美国做，你在海外做都是偷美国的技术，都是偷美国的钱，都是这个让美国国家安全发生问题，主要是担心下一步，并不是这个南京厂本身。我认为就是后续半导体关税，这个比较讨厌，那个就比较严重。我们看一下。美国政府又有最新宣布，台积电证实画面中这个南京厂 VEU 被撤销，代表是接下来台积电南京厂的晶片产能可能受到影响之外，还有中国大陆这边的工厂运作效率也会被拖慢。短期内虽然不会让工厂停摆，但美国技术特别豁免被取消，也代表往后设备维修、零件更换会延误。后续台积电南京厂得逐案申请，良率下降风险也增加。不过对台积电影响也不是太大，因为南京厂主要生产16和12奈米晶片，月产能只有约2万片，而28和22奈米月产能也只有4万片。因为依然算是先进制程，才会被停止 VEU， 产能比重也只占整体3%，全年度营收占比不到1%，获利更是不到0.3%。专家也说，美国此举并非针对台积电，因为三星、SK 海力士也受影响，尤其南韩大厂受影响程度远超台积电。再加上台积电跟经济部在消息出现当晚就火速回应，稳军心。台积电受到的影响反而是比较轻的了哈，那对我们整体的国家的这个半导体的竞争力，大概影响也会有限。后续发展还要观察，就怕半导体关税也被牵动。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如果以今天的股市的反应的话，好像大家是没有觉得很严重。可是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它还是凸显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那我们的半导体的发展好像都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那台湾的政府的角色到底在什么？在哪里？到底有没有帮我们的厂商去跟美国在谈判过程当中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跟优势？然后第二个是，那我们的产业自主性呢，就是很容易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受到美国的因素的影响。然后再就是长远以来对这个南京厂，当然这个南京厂它是可能是以供应中国大陆为主啦，然后也是16奈米是成熟制程，其实是赚钱的。可是如果说它有受到这个豁免权如果取消的话，未来它要扩厂或者是它要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它一定会考虑是不是就不做，也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获利。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政府的角色啦，就是说，当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像台积电这么重要的产业，被视为护国神山，而且肩负着国安的任务，如果那么容易受到美国影响的话，那政府到底要做什么来保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大家讲那个中科院，我觉得也不是只看是个人的那个个人那个兜售那个机密的那个文件那个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因为我非常难想象为什么中科院这么重要的单位可以有人拿了那个东西拿出去兜售。以前我们在地方政府办采购，那个每一个承办人都是用机密文件的，都是用机密封在上层那可能只是劳务采购，都没有什么国家机密东西，都是用机密文封，都是公文封啊。中科院里面是国防机密可以拿出去兜售。
这个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再加上民进党政府一直喊抗中保台，可是呢，我们国安会的吴钊燮在当外交部长之后，身边可以有共谍，海军可以有共谍，然后里面出现那么多政府的泄密，然后中科院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到底政府整个制度上面有没有真的对把国家安全当一回事？所以无论是从国防外交的国安到台积电的这个国安，我认为这个国安好像不是政府很重视的事情，但让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喊抗中保台，你到底要把台湾置于何地啊？文平啊，台积电的这个问题啊，确实蛮难处理的，因为除了台湾政府大家都呼吁要有角色以外，其实台积电本身作为一个大的这个市值这么高的一个企业呢，它也有它的利益跟美国政府谈判的它的平衡要拿捏。那我一直认为说，现在川普啊，他采取的一种策略啊，就是他对其他的国家也好，或者是他对于个别企业也好，他都是要采取一种极限施压的方式，逼迫什么呢？逼迫他达到他要的目的。那对于台积电，他要拿捏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台积电不只在美国生产，你要重新让美国可以振兴晶圆产业、晶片产业、半导体产业，你要做出某种贡献。那我觉得台积电如果真的要在这个部分，包含刚才主持人所担心的232的这个关税问题，如果他要真的全面性来谈的话，他实在是必须在这个地方上。当然，大家很多人都说他去救 Intel 是烂主意，这个因为他们两个体系很不一样。可是他有没有办法说服美国，觉得说我现在在美国的厂，以及我多做什么？譬如说，台积电要不要多去跟美国政府说，我去帮你训练一些人才，对不对？就说你可以去考虑一些做法，但是他如果都没有，那川普的个性，大家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他就会一直在某一些他看到你这个洞，你想想看，他竟然可以跟辉达争取那个什么，你只要卖中国大陆的15%，所以他就是在会各种这个细节去弄你，所以他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弹性去跟美国政府来进行谈判。对，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哈，就是说美国呢，它依然呢是拿这个半导体作为一个武器哈，那它的这个武器的首要的目标呢，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三星啊什么之前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没有被豁免了嘛哈，那终于轮到台积电了哈。然后呢，台积电的这一块呢，最重要的一个现在半导体主导了世界的70%，都在台积电手上。所以我同意这个永平刚才的观点，就在于是说，川普呢，他现在就是想要这一块，一切的呢，所有的东西呢，都要由我来掌控，最先进的呢，都要在我的手上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它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细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分工啊，机器制造，比如说你是要用艾斯摩尔的，你有些是要用日本的啊，你有的材料是要用什么的，要用什么的。所以今天呢，美国它在里面呢含了很多他们的这个成分在嘛哈，你什么哪个关头你要用到它的，哪个关头你要用到它的，所以它才可以这样子掐住你啊，它才可以钳制住你啊哈。那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讲，对于川普来讲。今天就算是最高法院做出那个说你这个关税的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你不能够这样子随心所欲去科这个关税了，他还是有其他的232条款啊什么的，他可以来这个做这样子的对待啊。所以全球来说的话呢，现在呢不只是台湾大家都受到他的关税冲击，可是现在川普已经尽其所能的要到他最想要的了。剩下的这一块肉就是台积电，所以真的是很麻烦哈。就说对于我们政府来说，如果他接下来的那一步呢，就是你台积电呢，你通通不就范，好，然后呢，我也不给你分润，好，我当然不可能跟你入股，好，然后我的关键技术的这个核心，我也是要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的话，那台湾真的有
台湾的政府有没有任何的力量跟筹码可以去跟川普来谈判，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考验呢，如果是交在现在没办法，现在只能够交在赖清德政府的手上的话，我是完全一点信心都没有的。于律师，我觉得其实就是政府在这个部分很进退失据了。好，坦白说，当初我们在跟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政府第一时间其实是等于被告知台积电要去美国投资。好，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呢，政府之后其实应该跳出来说，其实核准权限在我手上，因为台湾的公司要赴外投资要经过投审会的。政府那时候不强调，就把这个筹码直接丢出去了。然后你接下来看到说，我们在对美的关税谈判上面，你完全没有筹码。所有的筹码在之前，不管是美猪、美牛，乃至于台积电变美积电，全部都已经通通丢出去了。那你拿什么跟美国谈？好，然后到最后15%，到最后是20加15%变35%，就政府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完全欠缺基础事实的认知啊，跟谈判的能力啊。我觉得其实非常令人失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徐小新很搞笑哈，出国哈，很多时候在国内不见得碰到人，在机场才能碰到。那他出国哈，不过他可以跟王一川在立法院常见了啊。那他假装是立法院的粉丝啊，装扮其实也就是戴个墨镜啊。然后呢，他就跟王一川说：“我是你的粉丝啊，能够照个相吧？”王一川呢很生气说：“不想理你啦，搞什么？不要理你啊。”那另外呢，网友现在很聪明。心灰意冷，徐小新嘛，诙谐，这个诙是诙谐，王一川冷漠冷淡啊，心灰意冷，很搞笑了啊，很搞笑。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团现在请辞嘛，党团干部是7长，剩下柯建铭一个人，其他呢，这个干事长、副干事长、副干事长、书记长、副书记长都辞了啊。那原来有人认为说辞是给柯建铭一点压力，但是柯建铭不为所动啊，我任期到明年2月啊。所以呢，你们要辞对，来，我们再招新人了啊。那赖清德今天要约邀这些立法委员说要解决朝野的僵局哈。那今天媒体说有些立委说立法院不要再这样搞的这种好像非要这个是蓝跟绿啊，蓝绿白好像变成死对头一样哈，不需要搞到这样了哈。那今天9月3号邀的是英系跟苏系还有柯建铭，然后呢5号郑国会永延会。9号新潮流民主活水，12号其他的绿营的立委因为有些人可能行程不合适，都排在12号，所以他从9号到12号，在这个9天里面呢，要把民进党立委都邀请来哈。那另外呢，这个王世坚，现在大概只有剩下王世坚一个人在批评柯建铭，现在大家都不讲了哈。王世坚说呢，这个1年说任期1年拖延下台，不负责任，民意最大虽然你有任期，但是呢，愿赌服输，你现在大罢免输了，叫服气那蔡英文有3次都辞党主席，你看蔡英文榜样多好，你王世坚还不是党主席呢，你是不过是一个什么总召，你就是不肯下所以呢，现在大概只剩下王世坚在讲柯建铭了，我们看一下。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戴着墨镜开心毕业，接着镜头一转，先生你好，是你的粉丝，可以跟你拍照吗？徐巧芯凑上前问能不能拍照，但墨镜拿下来。没有啦，我是你的同事啦。认出来了吗？不想。眼前这位让徐巧芯想合照的大人物，竟然是民进党立委王一川。但他看到徐巧芯直接变脸，抛下一句不想理你啦，转头就走。对比画面中的环境，这里是桃园机场第2航厦华航贵宾室。2号晚间，徐巧芯带团队员工旅行，要搭乘深夜11点50分桃机飞往捷克布拉格机场的班机。结果在华航贵宾室巧遇要飞往波罗的海3小国度假2周的民进党立委王一川，还假扮成粉丝讨合照，结果王一川扭头就走。平常时他对黄国昌大声的说你大声什么啦？可是私下的一面呢，似乎好像呢碰到我们来打招呼，连理都不理就转身就走。但其实徐巧芯跟王一川这对冤家不止机场巧遇，立院胯下2人也曾相遇。以后再蹲在那边干什么啦，徐巧芯？
你站起来啦！你骨儿做危险的，拜托哦。不要再把你的胯下当成什么香饽饽。曾在立院推挤爆发胯下之乱，近期又因为粉底液事件掀起口水战。徐小新、王一川不是冤家不聚头，又选在同时间出国，有志一同。我觉得王一川有点太严肃了啦，毕竟大家在这个国门要出国遇到，然后又是要出去度假的地方，然后他们又是同事，那总之这个巧心就是热情的去跟他打声招呼而已，那就热情的回应一下嘛，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平常我看他在政论节目上面，王一川也是表现的这个活灵活现的。那如果有这么多可以表现的话，那私底下大家应该打声招呼，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啦。那回头来讲一下柯总召，因为前阵子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民进党的立委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议员也好，年轻一派的议员也好，大家站出来，不管是对于民进党过去在大罢免大成功里面相关的一些论述，或者是整体的这个政策的调整上面，大家都突然有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哦。可是大家回头想一下，726之前哦，大家在想的时候，民进党不是大家都同一个鼻孔出气吗？能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突然过了这2次大罢免之后，所有民进党的人全部都醒来了，到告诉有些人站出来告诉说，我当初不是这样想的哈，当初应该要投票的时候是柯总召自己一个人的意思，包含郭国文自己也站出来。我觉得这实在是很奇怪。如果你之前有意见的话，你怎么不举手呢？所以党意大于你自己个人的意思，你证明的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那个时候柯建铭有讲了一句这个。古时候的话啦，叫什么？这个大家煮豆燃豆萁。那我们就用这个古时候，那我们就用这个过年大家最常看的这个《甄嬛传》，也是古装剧嘛。我们古装剧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墙倒众人推”啊。你看柯建铭现在的这个他不管是面对党内也好，或者党外也好，他就是墙倒众人推啊，所有人都在指责他一个。不过我觉得柯总召最近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表情特别轻松，而且特别的开心的感觉，所以他可能有感受到不同同温层给他的温暖。嘉玲要来燕子啊，没有，我觉得坦白说，我要帮柯总召讲一下话。大罢免大成功，难道是柯总召一人的决策吗？不是嘛？这个是他跟赖清德跟卓荣泰3个人讲好一起在做的事嘛。行政院全力下乡，对不对？然后今天卓荣泰道歉说，对了，我把冻结讲成删除，这是我的错嘛。明明就只是冻结预算，请你来说明以后就解冻，不去说明，还叫大家通通不准去说明，然后来说我行政院然后请不起手语老师啦，电梯也不能用啦，电灯也没有啦，然后连那个净水器都没有滤芯啦，这样到处全台湾去骗大家，这是柯总召一人的责任吗？好，然后现在到事过境迁，赖总统没有错，万方有错，错在总召，是这样对吗？好，而且总统把手伸到党团里面去，然后现在说总统自己都没有问题，请你们把总召干掉，所以我们这件事情就可以翻页。那卓荣泰不用负责吗？就算赖清德自己不负责，卓荣泰配合立法院党团，配合这个赖总统的这个行政院院长，难道不用负责下台吗？通通推给柯总，然后这样合理吗？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我也想听他们说。对了，但是我讲真的，我只是对徐巧芯跟王一川这个事情很有感呐，因为我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是朝小野大，跟民进党委员的关系也是很紧绷，然后我们也常常会有机会在机场碰到，在机场碰到，大家不要认为不会，因为你休会就是那个时间嘛，你知道吗？当时我从来没有像王一川这种感觉，就是说他是真正在仇恨国民党立委，真正在仇恨徐巧芯。我们以前的经验不是碰到那个在议场跟你对骂对吵那个很凶的民进党立委，我们就坐下来旁边聊天。当然那时候可能没有想要开直播，也没有这种直播的，可是我们就真的坐下来聊天啊。所以我后来对民进党立委有几个还蛮深度了解的，都是因为这个出国的时候在机场很无聊，坐在那边等，就跟他们聊天。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政治的常规你不管在议场或问政或意识形态，你怎么样的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政论节目的吵架，你坐下来都是可以私下聊的。可是王一川那个反应真的把我吓到了，因为我觉得他所代表的民进党一些比较激进的人，他们是真心仇恨跟他们想法不一样的，是真的把他当成仇敌。但我觉得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这种心态。王一川如果当时山水报，来，巧芯我们抱抱，巧芯吓跑了。
好像不要或者他说小心你跟我们一起去玩，对不对？来，嘉玲怎么看？那个义川委员的个性应该是不会爆了哈，不过我看，因为我也认识他哈，也算熟识。我看其实他也没有，不是说敌意，也没有说仇视啦。如果说他真的仇视他会大骂哦，可是他没有，他就说啊，他不想配合你演出啦。他知道有在拍嘛？他说、我不想理你，不就走掉了哈。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跟刚永平姐讲，其实我们在议会哈，在国会哈，大家都是很多事情是可以坐下来讨论的。为人民好的公共政策其实是可以互相来合作的哈。所以我常说哈，其实有时候在立法院或者在议场上面，我们有各自的立场，各自尊重。好啊，但是呢，私底下有很多的案子不牵涉到政治的颜色或是认知等等的，其实是可以合作的。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正常的运作啦。好，那刚在讲这个柯总召啦，哈，我是觉得这样子哈。当然，现在在民进党党内大概有2派啦，哈，一派是觉得说应该要抓战犯。好，谁应该要辞职？好啊，事实上在726大罢免过后呢，林右昌秘书长他已经辞职了。好，为了党来负责嘛。好，那你说党团是不是这些干部都要辞掉，或是总召要不要辞？我觉得还是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啦。好，毕竟说王委员我跟他也很熟识啊，王委员讲话我觉得也有几分道理啊。但是他不走，你能奈他何呢？他就是想要继续领导党团嘛。所以现在9月1号开议了，接下来正式开会之前，党团干部、党团里面就会开会，就会去决定讨论说选举党团的干部要怎么弄。所以这个是民进党党内自主、党团自主的这个珍贵啦哈。所以至于刚刚这个静特别提到说，其实民进党有一股力量也在讲说要检讨。在我认为啦哈，我是认为说，民进党可爱的地方就是大鸣大放，每一个人都表达不同的意见。那赖主席或是当主席的，或是当总统的，一定要有这种大量，包容不同的意见。但是当你包容之后，你要怎么做？这是我们在期待的。现在每一个人都会发声了，我讲的是比较少了哈，也许党内有一些其他的议员呐哈，立委讲的比较多。但是这些都要化为一个力量，就是说，我们去检讨说我们的路线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是不是用对抗来替代了合作，是不是未来合作会让这个国家更稳定，走得更好？你也有去签署那个？我没有，因为我本身是中执委啦。其实我如果有开中执会，有机会我就可以表达意见。我倒是没有在另外签署，但是我们还是每天在跟乡亲见面嘛，每天在跑基层都在跑补度嘛，对不对？大家都很期待说，你民进党能不能有一个自省？能不能检讨有一个作为？现在都还在自省哦，还没有作为哦，这个时间不能再拖了，因为眼看着明年就要选县市长选举跟议员选举，我们议员啊其实有点担心啊，所以今天其实刚刚我看到一个新闻啊，传出说民进党的选对会今天有人选，因为选对会已经很久没运作了，对，已经很久没运作。这个选对会长期来的运作，从小英总统时代这样长期来运作，对于党内的路线的讨论，还有提名的策略，还有党团跟行政团队跟总统这边如何正常的运作，跟在野党各党之间怎么样对话，都会在里面做讨论。我觉得如果这个选对会能够顺利运作起来，也希望能够帮助赖总统、赖主席，让我们的这个方向能够更明确、稳定下来，有所作为。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大罢免后，行政院说他的新方向叫做积极主动参与两院协商，哦。以前那就表示他以前都没有，以前根本没有了，根本不理你们啦，协商什么？罢掉就好了，最简单写什么？跟你们写什么？看了你就讨厌，罢掉就不见了啊、哦。那而且真的很奇怪哦，在大罢免726之前10几天呢，那民进党很多要角还到外面，真的他自己认为说会罢掉很多，他不是前一天都还是啊，他真的认为会把你们罢掉，哦。罢掉后就没问题了嘛？干嘛协商？两院协什么商啊？到时候变成医院了，哦。那卓荣泰对罢免团体喊话：没失败，我们没失败，只是没成功，哦，我们并没有失败啊、哦。那另外呢，为什么说行政院做那么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因为媒体费用被你们删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宣传了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要不要发1万块要举债？
卓荣泰说太平盛世再普发现金，何乐不为？那到底要发不发？到底认为该还说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啊？那另外主要大家关切这中选会的，因为中选会很重要，选举中选会要让大家觉得是很公正的，大家都没话讲啊。那在野批违法，为什么说他预期违法啊？因为呢，他的任期啊有6个是到今年的11月3号，依法在11月3号到期前3个月要提名。3个月是什么时候？8月3号。今天几号了？9月3号。那为什么8月3号不提呢？那时候不提呢？因为还在搞罢免嘛。总是希望说罢掉以后就没这个问题了。我提谁爱提谁就提谁，还跟你们立法院什么讨论什么鬼啊？协商什么？那就没想到这个31、32比0啊，所以呢，这个行政院说开议以后送名单，那国民党跟民进党认为说你是不是要护航李进勇啊？黄国昌说这是耍小手段嘛，就没有意思嘛，你老是搞这些东西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说卓荣泰会全盘考量。下个会期送给立法院去审议那所以联合报的评论也是说，那是怎样？是用委员代理吗？因为他6个到期了，4个是原来提名的，那是怎样？那继续干，找人来代理继续这样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是继续吗？我们看一下。内阁改组之后，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了首次的媒体专访，提及现在要更积极去做一些主动的沟通动作，但也再度提及2350亿元被拿去当普发现金的事情，他觉得不妥。编的特别预算，面对韧性，面对风灾这是必要的。我们是大量举债，像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我们举债2998亿再加上1002亿的这个特别预算，我们刚好举债4000亿。这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对啊，就是因为2350亿被拿去当普发现金，我们有几个4000亿可以举债，我们可以一直把举债放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举债是做军购，举债是做产业的支持、经济的发展，或是我们做这个 AI 新时代，我们有需要我们来举债，让台湾成为科技岛，这个举债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一直重复，只是说政府的实征数超过了预算数多少就发现金给国人，那等于是把我们累积的力量整个把它打平掉。好，散开之后那个力道就会。所以以后不会有这种状况了吗？所以我说，我们以后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讨论的过程，不要让它形成一个主要的力量，我们就事先要去做说明的啦。而被问及议题的主导权似乎一直被抓在在野党手上，卓奎则感叹，行政院其实有持续推动很多的重大政策，但碍于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媒体宣传费用上面被删了很多，尤其行政院的部分是整个被删除，只能靠一般的平面媒体用文字报道，加上简单的短影音，导致没有办法被外界看见。都是你们，都怪你们，给他删掉，人家没有办法宣传。我觉得卓院长这时候还告诉我们，很多行政院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被宣传，是因为我们删了他的媒体预算。从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不认为他们自己有错，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反省。我不管行政院到底做了什么事，对你问所有的群众，这1年来大家对行政院、对整个赖政府印象最深刻，就只有一个嘛，就大罢免嘛。他想到什么政绩有需要去宣传，而且呢，我说实在的，没有宣传吗？我高雄没有任何的罢免。毁政毁宪乱政，柯震的脸摆那么大，都送到这个板桥的那个信箱去了，这是什么？这叫没有宣传吗？他们那么多的文宣，那么多的投放，那么部分那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预算，而且当过立法委员都知道，很多的媒体的预算并不是一个项目就告诉你那个是没宣，那是放在不管很多放在业务费，有些放在什么个地方，你要去完全把它抓出来去删，很困难。虽然还是有非常多的漏网之鱼，只是看你行政院要不要去买单，所以绝对没有因为删的预算让你行政院的，如果你有政绩的话是没有办法宣传的。倒是我们都感受到你们铺天盖地的，不管是电视，包括说这个文字的这个宣传，我们都已经被搞到走在地方，每个人都拿到一张传单，每个人都在质问你，你为什么要砍这个预算？你为什么不去争取这个？你为什么跟中国大陆如何？那请问这些讯息，如果你没有宣传都被我们用掉的话，这些宣传到底怎么来的？所以这个完全都不上的。我只能说，卓院长他们这次在经过大罢免完之后，3党
都会学习到一些的课程。这些课程里面呢，可能大家的反应都不一样，但是我起码可以100%保证，你看柯建铭之后，在我们823罢免完之后的几次的讨论当中，他再也没有从盘古开天讲2-3个小时滔滔不绝的，他马上就进入重点，而且你跟他讲话，他还会对你微笑。拜托，我已经很久没看过柯建铭的微笑。柯真的来了哈，安尼去年哈是柯文哲啊，今年是我柯建铭啊，你明仔你明年要较注意，我明年是安多，你把姓柯啊。所以明年我帮你翻个留着2个柯，把你们2个姓柯的平反一下。所以已经改变了一个态度了。所以我预期在即将开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应该如果大家真的是秉持为台湾好的话，在预算会期当中，应该不会再发生像过去的状况。但是对我们来说，今年行政院我们看到它的预算比过去变得更多。那你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更严格的一个检讨，但是呢，这个严格部分里面，我们得到一个训练，就是你必须要删预算的时候，要把论述讲清楚，不要再让他们变成这样子扭曲，然后变成大家对我们的一些很大的一个误解了。就是原来删预算立法院向来从我的时候之前就是虎头蛇尾，告诉你一大堆预算。开始的时候呢，哇，发言盈庭，对不对？那个小的删，到最后就算了。然后呢，因为开始嘛，大家要表现嘛，但后来因为太多预算了，所以以前大家也不会介意嘛，委员就合个言而至啊。但现在他把任一个委员单独都拿出来放大嘛，没错。所以以后换句话，每一个委员都要讲，任何委员都不能乱讲话。以前可以乱讲话，现在不能讲话。其实教训就是这样嘛，原之一定感受最深。来讲讲。对，其实民进党的委员他们在委员会的时候也是提案啊，也是都3亿啊，3几亿。有一次有一个委员，那吴沛憶他提一个案3亿，然后自己没来啊。然后民进党只派范云在那边呢，我们就说我们支持吴沛憶的预算啊，他3亿啊。对，然后后来范云说没有，那个吴沛憶委托他说没有，他没有要那个意思，不是。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在删预算的时候，其实你表达你的意见，然后最后行政机关来说明之后，如果你得到一个妥善的答案，比如说他怎么提高他的执行率，或者是说他如何改进他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漏洞。那大家可能就是好，那我还是给你个机会，但是你要做到，大概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可是民进党去年1整年都是认知作战，去挑那个你澄清的提案。那你即便是后来你撤案哦，你接受行政院的讲法，你撤案，他会说你是这个删除未遂，然后就是你很不应该。那我这那个民进党那个张嘉玲，你也是议员啊，以后你在市议会你也不能提案，因为你只要提案，市政府就会说你。但是要有道理，都有道理啦。不能删到只剩1块钱，行政机关是没办法运作的。以前我在新北市议会的时候啊，民进党的议员提到的案呢，加起来都超过新北市的总预算的啦，还不是一样？然后没关系，反正大家以后都按照这个规则。那我觉得这个梅轩就是你就要小心嘛，对啊，你就小心嘛，就是只要你有提案，你就是扯市府后腿嘛。那现在那个他刚刚讲说梅轩被删掉，所以大家不知道他做事。你有看过黄仁勋在买广告的吗？你有在看过比尔盖茨没有？他们就很厉害嘛，所以媒体就会报道嘛。就像刚刚我们看到卓荣泰，也不是因为你买梅轩费啊，是因为你有你的讲话有内容，媒体报道啊。你只要有东西，自然而然大家就会有感。那如果没有东西，你过度包装也是没有用。那所以为什么他之前都没有东西，没有不重视嘛，就是不重视，所以才会你看中选会委员没有提就算了啦 ，NCC 委员也没有提呢。然后 NCC 委员之前的讲法是说，如果没有 NCC 委员的话 ，iPhone 16没办法上市啦。那现在 iPhone 都已经新一代都快上市了。还不是没有关系，所以他的话都行政院话都随便讲，没有依法行政都随便讲。那为什么都是在搞大罢免啊？然后卓荣泰也到处去搞罢免，所以没有在做事。然后现在要把所有的那个错全部怪给柯建铭。其实我坦白讲，现在他们要叫柯建铭一个人背锅，已经挽回不了了啦。因为柯建铭现在某种程度都有点洗白，为什么？因为柯建铭、赖清德、卓荣泰你们一起搞这个大罢免，然后结果你赖清德不承认。卓荣泰不承认，你要柯建铭一个人背锅，那反而我们觉得说，那柯建铭至少是一个真小人啊，因为他自己有讲出来说大罢免是卓荣泰、那个赖清德跟他搞出来，至少他诚实，不像你们都推给公民团体。然后第二个，柯建铭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有帮赖清德总统，就是有点粉饰太平，因为他刚刚那个静怡讲说，他不是赢那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头跟身相见何在那部，其实状况根本不一样，好不好？那一部是曹丕跟曹植两个在争王位，最后曹植输了，被曹丕说那不然你弃屋成师。柯建铭是从头到尾都在帮赖清德做事，他过去1年多装疯卖傻，然后在那个委员会
从盘古开天讲到女娲补天，皇帝大战蚩尤，一直讲到那个中华民国创立，就是他为了就是拖垮议事，让国会混乱，然后让大家觉得蓝白很烂，然后要罢免蓝，就是这样啊。现在超正常的啊，现在超正常啊。为了赖清德装疯卖傻、笑骂由人，随便骂我没关系，只要能够推大罢免。结果现在说，不好意思，你负责。我们反而会同情他，你为谁辛苦为谁忙，你不如归去或者加入国民党嘛。没有要收，没有要收，没有，只要可以提出申请啊，我们可以审核啊。这个大展开了，我不晓得怎么接话。他可以爆一些料来这里嘛，然后我们可以接纳他。原字我替柯建铭改一个，把那个诗稍微改，古人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赖主谋。对，向天贺太极。我觉得这中选会这个事情他个人意愿就好了啦，很严重哈。我要讲一下，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这次投票会分成2次？一次是7月26号，一次是8月23号。好，那其实就是中选会选务不公嘛。而且7月26号是护理师的国家考试。你今天其实，然后他故意要，所以我就认为那天。一定不会大罢免，我才要去东非嘛。谁知道他就那天大罢免。护理师规定是全国性考试不会，而且护理师人不少呢。对，很多人呢。有一点怨念的。再来就是说，你回来，我们当初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有2案，一个是反废死公投，一个是核3那个重新恢复。那中选会自己就说，我认为那个反废死不合法，就直接删掉。依据公投法，中选会没有权利审核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案。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中选会的人事案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你今天赖总统很明显的是希望看到7月26号我这个大罢免成功以后，最好翻转国会，我爱提谁就提谁嘛。那你看到输了以后，整个反应不过来，再来就期望823能够翻转，还是失败嘛。但是法律规定你就是任满前3个月，那就是8月3号。你其实民进党政府针对这件事情就应该有人负政治责任啊，怎么可以违反法律不提名呢？这是不对的。现在再回来。好，国民党选主席现在人越来越多哈，当然从另外一角也是好了，如果都没有人也不好了哈。那郑丽文也要选嘛哈，去拜会李乾隆啊，李乾隆是江启臣当国民党时候的秘书长，也做过3重市长哈。这个国民党要老干也要新知啊，他们一起去，因为李乾隆有个庙吧，也去拜那个庙啊，那先社宫了哈，很大啊。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哦，这个还是重申他不选党主席，他说他要轻政治而重民生。跟市民的契约就是这样子啊。那李乾隆说他已经又去劝卢秀燕了，但卢秀燕意志很坚定，所以呢，李乾隆说不再为难他了啊，不再为难他了啊。那而且呢，这个李乾隆说现在是重返国民党执政最接近的一次呢，因为只是大罢免啦，好像这个民进党大失败啊等等啊。那赖清德执政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太好的政绩啊等等啊。那现在已经第9个人要选国民党主席了哈。游淑慧就说要1300万呢，大家说而已啊，说是不要钱了，什么意思要1300万？就国民党选主席要先签一个1000万的本票，然后呢300万的作业费，因为国民党要办选务啊等等还是要钱嘛啊，所以300万是不还的，就交进去了。320。那1000万的这个保证金是说，如果你当选以后哦，那这个钱就留下来了，就做，因为国民党党主席要有1000万的募款额，好了，就算是你捐给国民党了哈，所以呢，真的当选要付1300万，没有当选也要300万哦，这样他没有什么要多少票以下1000万没收，没有这个东西，不像那个中选会的话，如果票很少，你300万莫名其妙就没了，我想大家也会考虑一下。对，300万比1300万少一点。好，我们看一下。我想国民党需要有中生代的人出来接棒。郑立伟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看蓝营党主席能用中生代接棒，军人节这天表态参选的前立委郑丽文一早就拜访被视为最大公路派的前秘书长李乾隆，两人聊了将近半小时，看来相谈甚欢。求教我们的李乾隆秘书长，也希望这场主席的选举，当然我们李乾隆前秘书长会是立文最大的助力。我们9月15号第一天就会去领表。郑丽文我们是中生代非常看好一个勇敢的战将，所以跟军方的系统也都
有很深的关系的。毕竟现在谁能获得卢派支持，基本上就是下回党主席。而外界呼声高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先前去拜访前党主席吴伯雄，被视为是参选前的起手式。如今传出他周五就会宣布参选，有电话联络过了，因为我们一向过去都有很深的友谊。他现在还没表态嘛，还在。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人才嘛。不过面对已经9人宣布参选，除了郑丽文，包含蓝营党团新任书记长罗志强、彰化议长谢点玲、苏文学校校长张亚中、前彰化县长卓博源、前副秘书长张亚平、中常委孙建平、律师李汉忠、前国代蔡志宏，是国民党史上最多人的一次。大佬们要支持谁？前党主席江启臣有话要说。监督包括预算政策的把关上面，你是有一定的决策力量的，所以这个党主席在这一部分会很关键，但是他必须把这些诸侯凝聚好、整合好，叫得动。反而是反过来，你怎么样能够把国会带领好？就是这一任的党主席，他恐怕要发挥很大的这个力量。江启臣点出国会最重要，这言下之意，支持谁或许意在不言中。好不好？先从不是国民党的来，嘉玲怎么看？很热闹呢。因为我看，不过我对这个竞选的登记费，我觉得怎么那么多？我们民进党好像是150万。哇，这个要那么多？因为国民党很穷啊。而且国民党钱是被民进党用党产会扣住的。对，所以我是觉得说，为什么其实我们本来蛮期待像侯市长啊。卢秀燕卢市长啊，这种分量比较重的出来选党主席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比较有看头，是不是能够带领像这个李乾龙老大讲，他说已经最接近的这一次嘛，我想大家可能国民党的同仁们或是朋友们可能认为说国民党大有可为啦，不过我要在这边提醒，因为国民党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法律的问题啦，因为有一些死亡联署的还蛮多的这些诉讼费用之前听说好像国民党要出，那我不晓得后来到底有没有出，因为我们那时候稍微估算了一下，大概要好几个亿啦，所以这个费用蛮多的，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还有这个，也许前阵子大罢免很多的立委在这个反罢免的时候有一些经费上所以对国民党来讲，也许他的是不是经费上比较需要这个党主席来带领或是来募款因为对民进党来讲，我们当然是尊重啦，对于国民党要推谁当党主席，我们没有太多的意见不过我要在这边提醒啦，就诚如刚刚原之委员讲的，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的预算会期在立法院，我也在这边呼吁啦真的国民党的委员们还有这个民众党委员们，甚至民进党的委员们，你们在提案要删除或冻结相关的预算的话，一定要能够经得起检验，这个论述一定要大家能够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这个我们私底下在聊天说，为什么在这一次的大罢免过程当中，每一个党都有学习的课程课题。那在国民党的话，我相信你们应该很有感觉，然后所以我也希望说新任的国民党的主席能够真的坐下来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事情，然后跟民进党各党来服务，来这个沟通。当然，国民党选党主席是国民党的内的家务事啦。那但是最近真的很多这种比较偏绿的媒体喜欢在那边见缝插针小小一点点事情就要说蒋万安是不是跟这个民众党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蛮没必要的。那在国民党整装旗鼓的同时呢，民众党经历了726、823，一直到830，上一次周末这个比较激烈一点点的运动，其实整体而言，民众党的支持，不管是支持者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党公职也好，我们也觉得我们正在成长当中。那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做民众党该做的事情不管刚刚嘉玲提到的省预算等等，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地方上的表现，把整个队伍重整好，或者是这个大家稍微休养一下之后，重新整理好心情跟态度之后，接下来蓝白的合作，因为在这一次不管是大罢免大失败的这个里面我相信民进党一定体验到或者是感受到蓝白合作之后对他们的威力是有多大，所以才会不断的想要去见缝插针那在这几次的这个选举之后，经历了3次选举1次运动之后，我觉得民众党当然有所检讨跟成长。那我们就是把自己准备好，在野党可以的时间点，我们就坐下来一起讨论一下，在议题上面的合作，在政策上面的合作，或是未来在地方上的合作。我看到今天那个邱毅人要出来弄选对会我觉得国民党呢应该要有所警惕跟警觉。
就是对于大罢免这件事情来讲，其实除了赖清德除了没有把柯建铭弄下来之外，他们已经翻篇了，而且都已经就了战斗位置了。在党的这个部分，邱毅人、徐国勇他们现在就是要一心的往这个2026开始呢去布局了。然后在政治这边呢，在政府的施政的这一边呢，卓荣泰今天讲得很清楚嘛，他其实就是他还是一样要对抗的所以未来的这个国民党党主席，如果只是像你们只是觉得说啊，我现在只要平稳的过渡，到2026的话，那我跟你说，未来的每一天都完蛋。叶律师，我想国民党党主席现在这个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在2024跟2020两次的总统立委选举的时候，你也看得很清楚，党中央跟竞选总部基本上没有办法合力作战，党中央的立委提名根本没有办法，尤其是不分区，没有办法去帮总统选举加分，甚至可能在同一天，中央党部跟竞选总部会在9点半跟10点各开记者会，自己抢自己的版面，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如果不是提名一个愿意当吴伯雄2.0这样的人出来去当国民党党主席，真心的帮卢秀燕辅选国民党2028，我看其实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说他不只是要为了2026的卢秀燕，而是从2028的卢秀燕，而从现在开议开始，每一天你们的路线、辩论、战斗、审预算什么东西，通通都要打好仗。我觉得国民党目前党主席有这么多人出来，其实显示出另外一个隐忧，就是这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目前为止可以让大家觉得很服气，所以还有这么多的人。我也完全同意国民党的主席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对于未来的路线之的定我们未来是要选举的人，可能我们都还没有事情，党主席的一些做法或一些的发言，其实都会影响到地方的一个选举，所以这个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我认为还有蛮多变化的啦。那到底最后会不会这么多人呢？我深信是认为不会的啦。那我只是要提醒所有最后参选的人，就是说，现在国民党的基层对于团结还有蓝白合作是认为重中之重，不要互相伤害。我也是觉得，我们现在看到人选最后不一定能够成为候选人，所以大家不用一开始就放太多情绪进去啦。因为党内的竞争总是会有时候大家会情绪就会互相指责。好像我上礼拜去帮罗志强站台嘛，就是他记者会我也帮他。